台积电法说会再度超出预期，但股价却卡关盘整，现在是不是已经利多出尽了呢？台积电虽然股价创高，可是就过去的这个本益比区间而言，现在才20出头倍，反而算是这个区间下缘的位置而已哦。现在高盛已经喊出这个台达电的目标价已经调高到2110元了，那你又怎么做观察呢？我只能结论就是外资之后，它的目标价还必须要调高。今天我们就找来资深分析师蔡明翰，他不止预告台股4万点行情启动，还告诉你今年必买的10档 AI 股，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今天呢，这个股市一开盘啊，我就看到就是小涨，小涨，但是呢，其实大家就会想说，我们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要么就要重跌，大家整的要捡便宜，对，因为听说那个美伊战争好像打个没完这样子，川普动不动说要炸人家那个电厂，可是呢，台积电的法说会也不错，可是也没有大涨，对啊，所以你自己觉得说这股票接下来？不知道啊，其实唯一扼腕的就是买的不够多，买的不够多而已，对不对？这个问题大家都发生了，这样真的。所以到底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我们就邀请到我们香港经济学好久不见的蔡明翰老师，老师你好，子金好，琼芳好，大家好。是明翰哥，其实我们在看哦，就是台积电啊，这个上周的法说会，其实我觉得成绩不错啊，对不对？可是呢，为什么这个台积电好像涨不动？是不是这个利多出尽，觉得就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准备下车了呢？应该这样讲，我常提醒投资人，就在投资的方向，不要把这个股价的走势看得太重，你要回归这个数字面。其实呢，法人在这个所谓的他开讲之前哦，就有列出一个表，说，我们要看到什么，我们要看到什么。那通常我就把这个表做出来，那等到他真的开出来，你就可以对比说，结论到底如何。那以这一次来讲，做结论就是我们回归上一季的财报，这一季的展望。或者是讲长期一点，它有2个方向，一个是今年的这个营收的成长率，或者在讲长期的资本支出，甚至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在问他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因为法人就觉得那个不是问题，但希望公司开口说出来说，比如说马斯克要进入这个半导体，到底对他们有没有影响啊？战争对他们有没有影响啦？但是所有结论刚刚提到这么多点，就是要数字的有数字，外资的。原本就给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标准，那给一个range，它所有出来的结论都是有达到这个range的最上缘的，所以你不能说它法说会不好。另外，我们再讲到它的这个所谓的竞争力哦，现在是等于是第2季的开始，那后续到底第2季展望怎样？公司说法也提到，第2季这个所谓的季增10%，外资本来就认为应该在5到10%之间，它结论是稍微超过10%。那我个人觉得啦，大家要看到它目前的表现怎样，其实你可以回归看这个3月的营收。3月营收其实创历史新高，可我个人觉得投资人常常听这个利多消息听久了有点麻痹，就是听到3月营收创历史新高，每次模拟考都考到北一女，大家觉得说不就是应该的吗？对，会有这个问题，就像这一次的这个法说会说得很亮眼，大家也觉得还好，因为它有一个很大问题，因为这次算第2季的法说，我们刚刚提到它全部都在这个 range 的最上缘，但是上一次。第1季的法说，它是大家对它很严苛一个 range， 结果它是大幅超出大家给的范围，所以就上次有经验，这一次呢应该算是表现很好，但是缺乏市场给一个惊艳的感觉。那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刚刚提到，它3月营收创历史新高，我自己看的是很兴奋的，可是我个人觉得市场感觉有点平淡。那我只是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代表未来会非常有发展，因为你可以看到，自从有 AI， 我们就从24、25年它的营收走势，它有一个特色，就是第1季就是产业的淡季。营收往后看，它有个特色，每年除了6月客户的库存调整，所以6月会稍微比较低。后续展望你看不到这个哪个月份比3月低，那代表什么意思哦？就是说你不用管它股价，先回归基本面，代表你后面看到4月、5月啊、7、8、9，甚至到第4季11、2月，你都会一直听到创历史新高，创历史新高，创历史新高。因为3月没有买的就亏到了。对，如果回过头来，当时川普呢给大家机会上车的时候，确实是应该上车的。回过头来看，但是也不要扼腕，因为
我们刚刚提到后续趋势，以这2年的这个走势来看，一直到第4季。它的整个获利跟营收都会持续创历史新高。结论来讲，你只要确认后面基本面还是强势，它股价应该就有持续创高的机会。那明翰哥刚刚讲说，台积电3月的时候营收创新高嘛，然后法说会表现也很亮眼啊，但是很多人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它的股价后续没有大涨哦？还是说像刚刚哲青哥讲的，是不是真的利多出尽了呢？我提醒大家哦，我们先不要说这一次，我们回过头来讲上一次好了。第一季法说叫做经验，就是给一个很严苛的范围，就出来它的这个所谓季增率跟全年的营收增长率是跌破眼镜，比大家想象更高，没有人猜出那个数字，所以代表什么？它隔天股价是跳高，马上的这个就反映基本面。但是记得你回去看，它真的也只有那一天。后续也是震荡整理，然后后续再转强，所以它也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魔咒。它从23年以来，就是有 AI 以来哦，它的特色就是法说会那天隔开前5天，它就已经大家在观望了。等到法说会5天，它也观望，隔天会开高，没错，大部分隔天开高，以这次算是真的是比较弱。隔天通常开高，但是还是整理，大概接近1周左右。那这个会造成什么现象哦？就是专门修理一些在 AI 以前的思维带到现在的人，他就说啊，这个基本面很好啊，利多出尽啦，或者是利多不涨，这代表是一个下车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思维 AI 以前是适用，可是你会发现。有 AI 以来，它就给你5天的震荡整理的机会之后，那后续它就5天的鉴赏期，就呢，后续它就自己再回到原本的这个趋势了。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另外，我们就回过头来，就是提到说，为什么在这一次的感觉好像明明说得很好，但隔天压力比较大。其实它有一个时间空间的问题，在这一次应该说在法说会前刚好遇到。这个所谓的中东战火听起来就是当时有停火的这个状况，所以股价非常强势啊，那就领先去创历史新高。创历史新高不是错，但是你的节奏怎样很重要，因为它这一次是快速上扬，那导致它的这个股价跟月线的乖离率超过1成。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特色就是一样，我自己统计的数字我都是从23年有 AI 以来看，你会发现每一次它只要乖离率超过10%。它就有一个魔咒，只有2种选择，一种呢就是暂时休息，让月线慢慢上来；另外一个呢就是顺着可能有利空，干脆就直接杀下去。那以这一次来讲，我个人觉得也不算杀下去啊，因为就是第一天震荡，其实它还在整理，应该说给点时间，让月线慢慢上来，刚好也配合就是它法说会后需要1到2周的整理时间，所以我。就重申，就是说也不用担心利多不涨，那你要想一下，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是不是拉回是一个很好的布局机会？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我们录影的同时，台积电是2050，那现在有很多的专家就在讲说，2000元现在是甜甜价。明翰哥你怎么看？给大家一个概念哦，就是我常看的是一个所谓的当年股价最高点的本益比，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关键。那这个怎么算呢？就是说以去年2025年它的股价高点是1550块，去年赚66块，所以一除就是代表它去年最高点本益比就是23倍多一点。那我们把这个图形一直往前看，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从2020年以前，其实本益比因为那时候没有 AI， 所以它增长有限，它一直以来的这个高点接近20倍左右。后来有 AI 开始快速成长，最高有来到接近30倍。那后来在 AI 的过程当中，它就在接近25倍上下整理。所以记得一件事情啊，就台积电它的这个所谓的本益比区间，我们讲的是高点，它就落在20到30之间。我觉得如果靠近30，就真的有点过热。如果靠近30，我真的不建议大家买，甚至持有者是不是稍微去所谓的减码一下，让大家稍微冷静一点，回来之后再买回来。其实以现在的角度，其实都还在20出头倍而已。那我们就以这个外资在法说会后的这个所谓的数字来观察，预估今年的 EPS 大概就落在接近100块、96块、97块左右。所以如果我们用中性25倍的本益比，它的今年来讲股价应该有办法来到2400多，接近2500。那这个后面数字也仅供参考，就是说隔年就是明年如果125或后年168的 EPS， 代表它的股价来到3000、4000，这个趋势是持续往上。
现在真的是美国跟我们。那南韩等于是吃到这个 AI 吃最重的国家，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对比其他亚洲国家，如果没有吃到 AI， 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每年指数涨1万点，在这2-3年之间，大家的财富是持续倍增的。所以记得一件事情，身为台湾人，真的不要错过这一块 AI 的列车，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关键。是，那明翰哥在台积电的法说会过后啊，你怎么看它去带动整个台股大盘的一个后续的走势？今天好像站回37000点嘛，那有很多投顾就喊出说台股在第2季就会站上4万点，你怎么来看呢？我觉得时间轴我们比较难去很准确的拿捏，但是高低点老实来讲，其实是有一个基本的算法算。我们不要用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法人通常我都希望能够看到数字去证明这个论点到底正不正确。我们刚刚前段提到，就是今年换算入25倍，有机会来到接近2500，那明年是3000多、4000多，可能3-4千，大家都我刚刚提到的思维都卡在台积电身上，可是你没有办法想象这对指数的贡献到底有多恐怖哦。我们先给大家的观念就是，现在我们抓这个4月中往前1年，刚好我那时候只是想说，想了解一下1年以来。这个指数的一个结构，结果我发现这1年指数涨了90%啊，从19000涨到37000。当然了，我发现这19000当时是刚好去年川普来乱，那时候对等关税的时间点，所以相对是比较低的水位。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就是1年指数就可以涨了90%，你就可以知道说其中的个股呢，有一些都是涨了数倍。那所以我刚刚提到，为什么这2年要尽量把大家手上用不到的资产尽量投在这个所谓的股市之中，因为其实简单来讲，如果你去年手上有个50万，你放进去到现在已经来到100万，所以我讲的都还只是指数哦，所以我们也不讲个股。那我们再讲到这个，在这1年的过程当中，指数上扬的过程，台积电贡献这个指数对。非台积电，简单来讲，就是一档对所有的其他1900多档对指数的贡献是1:0.8，就是台积电的贡献还是主要，对，还是超过一半以上一点点。那我们就以今年假设台积电股价有办法来到2500下去做计算，代表它大概还要再涨400点左右。那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以它现在的这个市值比重来讲。大概它每涨1块钱，指数就是要涨8点，所以换算来讲，等于说这个400多点乘上1元，接近8点来讲，就是等于它来到2500点，会推升指数大概3300点。那刚刚提到1:0.8，如果它推升了3300点，其他1900多档代表的会有0.8的这个效应，大概就2600多点。对，那现在呢，从它法说会前的37000点。加上它的贡献的3300点，加上非台积电贡献2600多点，所以随便一家43000，对，这个是一个推估。第一，外资在讲这个 EPS 97块是对的。第二，就是回到它的本益比合理的水位，因为现在它的本益比大概只有落在接近21倍左右，其实算是一个区间比较下缘的位置。所以我一直重申，台积电真的不贵，它其实是在一个区间下缘。所以如果它能够来到区间的中缘，那就会代表的刚刚提到 EPS 对，成长趋势对。加上它能够 EPS 来到中原的位置，股价来到2500，换算指数来讲，自然就会轻松突破4万点的关卡。哦，所以这个4万点指日可待，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天啦。对，我们不敢讲哪一天，甚至要再讲哪个月哪一季，我们都没有办法确认。但是趋势来讲，看起来我觉得这达到的机会是非常高。不过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就也是大家认为是强势股的，其实我们发现下面经济学很多老师都跟我们来分享。台达电哦，那台达电今天涨得很凶，今天涨了100多块，对啊。我们如果是投资人，对它有信心、有兴趣的话，现在我们该怎么样去观察它呢？如果回到台股，所谓的真正的资优生，我一定都拿台积电来对比。它的故事很简单，第一个就是它在很纯的 AI 股。第二，它吃到 AI 的比重高，最重要，它不要讲它独占，最起码它是寡占市场，等于说它在 AI 的关键零组件，它的这个市占率超过50%以上，
他讲了算，所以呢，代表着这个趋势会持续延续。那回过头来台达电就是类似台积电的故事，2张图就可以完全说明一切。这是台达电在这个 AI 伺服器它的散热对于它的营收的贡献的走势图。这个图其实这个是在去年它的股价大概事实上那个时候在落在600-700块的时候，外资就出这个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讲，为什么它的成长力道很强。这故事简单而言，就是从最左边，当时是这个一般的伺服器，它到底在这个散热的区块能够认列多少？那时候是5K， 等于说它卖一台可以认列5000块美金。那最左边的部分为了我们方便讲，我们就把它当做它一台可以认列5块钱。等于说去年进入这个 GB200 之后，它除了这个电源之外，另外还加了散热之后，它从一台5块钱会加起来会认列到100块，所以会有接近超过20倍以上的这个所谓的营收的贡献，所以导致它去年一路从这个600-700块噼里啪啦就超破1000元以上。对，然后重点是在哪里？是在今年就是进入 GB300 的阶段，它的认列金额会从100多马上再倍增到200。明年开始，辉达讲的这个Vera Rubin 的部分，明年会进来，大概事实上明年的贡献营收就会进入300，后年会进入500到600。所以它这个简单而言，就是这个是去年的图示，现在正在这个快速增长的半路上。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又回归它的本业，这是今年的外资又讲到，它把除了散热再回到这个电源供应器身上。那电源供应器它在 AI 伺服器也是独当一面。那我们跟大家讲，不用去看这个柱状图营收到底这个贡献多少，要看到的是绿色点，是它在这个 AI 电源供应器的市占率。你可以看到之前的市占率落在可能就是接近50%左右，它就已经是领导地位没错，可是它还没有到那寡占，像台积电能够来到接近90%的这个先进制程。可是这2年来讲，它的这个市占率快速增长，就今年的角度有机会来到80%左右，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很纯，它就是几乎吃了 AI 现在增长多少都被它80%拿走，代表着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动能。当然对比而言就是对比台积电，它比较大的优势就来自于它的获利成长，其实是明显高于台积电。对，台积电是一个资优生，每年就是4%。老实说，我觉得4%是一不可思议数字，但是台达电它去年增长7%，今年还有办法再增长6%，所以明显是比台积电要强。但是还有2大败笔，第一个就是它的毛利率只有30几%，对比台积电超过65%，所以它的竞争力是稍不如台积电。另外一个就是本益比。它本益比现在来到快50倍，可是我们刚刚提到台积电只有20出头，所以有明显的差距。是，而且台达电它以前的本益比区间是明显的低，这几年因为快速成长，所以才来到50倍。所以结论对我而言，我常跟投资人讲，如果这个有办法的话，不要选择，小孩在做选择，2档都要买，这2档真的都要买，2档都要买。对，那但是这2档又有点区别，如果你真的比较喜欢短线动能的，买台达电，来自于它的EPS 成长动能强。短线是什么？如果你用周啊、月啊、季，你就买台达电。如果你持有的单位是以年为单位，我还是建议台积电相对比较稳健。长期而言，不用再听任何杂音，只要抱稳。其实台积电如果以年单位，台积电还是优于台达电。是。那明安哥，现在高盛已经喊出这个台达电的目标价已经调高到2110元了，那你又怎么做观察呢？我只能结论就是外资之后，它的目标价还必须要调高。外资给的图示其实看得到它未来2年的这个场景，就像台积电是不会改变，代表着你现在看到的价格，其实距离它最终价格还有蛮大的空间。所以我常跟投资人讲，就我们的角度，我们看外资或内资的报告，我们不会去看目标价，我们只看它的论点。那目标价仅供参考就好。那我只能跟大家趋势都对，只是呢这个长线的动能。台积电是相对比较稳健的，但台达电的动力是相对比较强劲的。就我们现在在第2季的头嘛，那第2季的还有哪一些是主轴，大家要观察的呢？其实这故事我常讲，投资从23年有 AI 之后切开，
23年以前的东西忘了它，因为以前的东西不适用现在。过去种种就过去就是。对，我常讲的，以前1万点都要20几年才爬得上去，现在1万点1年就可以达到。所以如果你还用这个过去思维来套用现在，你会发现你会失去很多财富能够快速增长的机会。23年以前我也是常常去挖，现在呢还平着。但是我认为马上会成为黑马股，会往上冲的。现在从23年切开，投资简单到不行，你不用去找黑马股，因为找黑马股会有一个缺点，就是你的中奖几率是低的。当然，因为你觉得它会往上翻，你可能压5档，最后可能中2档，最后你是赚钱的没错。可是你相对而言，你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最后猜错的，可能不太会赔到钱，但是会相对比较慢。但是你只要押宝这些所谓绩优股，其实是很轻松就能够持续往上。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告诉大家说，刚刚提到3月营收，其实台股是创历史新高的。那可以看到强势族群几乎都集结在 AI 相关产业，其中个股有哪些是 AI 股，而且营收创历史新高？那加上年增长啊，或累积成长都是快速增长，代表着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些个股，记得它不是今天转强，你回过头来去年获利都是非常亮眼，加上目前也还在快速增长趋势，有几大重点哦。第一个就是伟创、广达，他们就是组装厂。当然，组装厂其实最近股价表现并不强，但是我常讲，基本面强代表未来他们一定有还他们公道的时间点，但不代表现在。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值得投资的。另外，散热的部分就是奇鋐、双鋐。那其他呢 ，PCB 的部分呢，包含这个所谓的金像电、台耀、台光电、尖点。这些来讲都是 PCB 相对比较强势的族群，最后两档个股它就没有族群，一个是台积电就半导体，另外一个是台达电，它算是电源供应器。那我个人觉得，投资人其实不用去挖什么黑马股，你只要在这几大族群，我们刚刚提到散热、PCB、晶片，还有这个电源供应器，每个族群各选一档，然后你分散布局。那虽然说中间有杂音啊，偶尔川普总会制造一些机会给大家，然后拉回的时间点，你只要勇敢布局。当然，有些今天族群的强势可能集结在 PCB， 但你其他可能是呈现休息，但中长线轮动，你的资产还是会比整个盘势要强势，持续震荡创高。是，所以今天听完明阳哥跟我们分享之后，我们真的对这个台股的信心又增加了，对不对？又增加了不少。来，谢谢明阳哥，谢谢，谢谢。